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基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军事战略专家邱世新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 好，大家好。好，今天跟三位老师，我们先来从美伊之间的关系啊，现在中东的局势一触即发了吗？美伊两国呢，他们的代表2月6号在阿曼展开了会谈，而根据伊朗方面啊，外长阿拉奇表示，美伊的核谈判有好的开始，但是又在同一时间呢，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提升到警戒强度最高的高度战备层级。那伊朗会升高战备层级啊，主要是因为在谈判之前，德黑兰已经先亮出了底牌。这个底牌呢，就是表明发展弹道飞弹计划是伊朗的红线，这部分不纳入谈判。英国的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就分析，伊朗或许会在这一次谈判当中放弃高纯度核原料，来交换什么呢？保留核计划。那希望目的就是争取时间，争取什么时间呢？争取在川普卸任之后，伊朗再恢复这个核原料就是铀浓缩的相关提炼活动。好，那么现在谈判就是这样，虚虚实实，各取所需，各要自己的。那么伊朗现在不打算呢把弹道飞弹计划纳入谈判，也强调这个就是伊朗的底线，这部分不纳入谈判的范围当中。我想先问一下黄老师，你怎么看美方开出来的条件？如果太苛刻，伊朗是不会接受的。但现在也谈到了，其实是可以交换的，是不是也在找一个台阶，让双方尽量都避免开战？怎么看？我相信就是以军事战备来讲的话，美国已经重兵压境了相当一段时间，都布好了。对，那么伊朗也提升到最高的军事准备程度，那么战争一触即发，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可是呢，周边的很多中东地区的国家包括其他的境外的大国，都希望美国跟伊朗能够透过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彼此之间争执，就不要打。那么第二个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这个谈总是要谈的啊，基本上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国愿意谈的原因，一方面是你军事用兵能不能够像之前的轰炸核设施，或者是对委内瑞拉那么干净漂亮，很短的时间零伤亡的情况之下应该很难啊。那对付伊朗，如果不是这个战果的话，你直接冲击到就是11月3号美国期中选举。那么所以在选前用兵就变成比较谨慎。那既然关键在这里，就是说今天的核威慑有2个东西，一个是你的核弹头，另外一个是那个发射系统。这个如果你没有导弹，你有核武也没有用啊，你送不到打不到你要打的地方。所以伊朗这次画的红线看起来他是想保留他这个未来如果有核弹头的投射系统，也就是说他要保留他的弹道飞弹，不纳入谈判的内容。那也做好破局的准备，因为战备已经拉升到最高了，最坏的准备打算，最坏的准备是摆在那边了。那么谈无妨，因为事实上伊朗自己内部也有很多，前一阵子有很多内部的问题。再来就是经济制裁一直没有取消，对伊朗最有利的形式，倒并不是说我的核能力核威慑能力会拖延几年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的解除部分经济制裁，那个对伊朗内部的稳定很重要。而且先前伊朗也放过狠话，他说如果敢打伊朗的话呢，他就要把它演变成一个区域型的战争啊，区域型的危机，不是只有伊朗。那当然呢，因为只要美国成兵在这个讲好了准备对付伊朗，第一个开国安会议开始准备的就是以色列嘛。没错。对啊，所以它不会是单一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它会牵涉到其他区域国家。先前几天也传出说以色列都忍不住了，想要逼宫啊，就是要逼川普出手啊。但是现在看得出来，美国还是按兵不动。
而且我们要对照的是最近中俄美3国元首的个别热线通话一并拉起来做分析。等一下特别请教黄老师跟邱老师怎么看啊？那当然，在这个谈判的同时，伊朗最先进的从军事上面来看，伊朗也说他们也做好最坏打算，如果谈崩了，那么就兵戎相向了。好，那最先进的长程弹道飞弹就是霍拉姆沙赫尔4型，也被称为是海巴尔。这个飞弹呢，已经部署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新建的地下飞弹城，而伊朗也宣称呢，这个飞弹呢在大气层内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9900公里，大气层外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9700公里。那采用的是卫星制导系统，可以同时打击80个目标。爱国者或者是大卫投石锁系统都很难把它拦截下来，就是说攻击力很强啊。伊朗还宣布呢，已经部署了4枚速度达到8马赫、射程2000公里的超音速飞弹，可以在15分钟内就抵达以色列境内。虽然达不到美国，但起码可以造成以色列的重创。好，那现在回到，如果伊朗真的跟美国的谈判谈得不好，刚才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做好了最坏打算。邱老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拉近最近这2天看到的中美俄3边的元首各自热线一定也是在讲伊朗的事情。是。那现在对美方来讲，我们先从美方的角度思考，他们打伊朗最忌惮的是什么？其实现在比较麻烦，就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空的能量不够。其实对美军来说，他没有什么好害怕，就是。它是一支进攻型的军队，对，那攻击的时间跟攻击要打击的目标都是由美军选定。但是对对美军来说，他最忌惮还是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因为伊朗弹道导弹大部分都是藏在山体里面，就是它所谓的飞弹层，它其实把山挖空，就跟我们金门的那个坑道情况其实一样。那这种藏在山体里面的防御设施，你很难单纯只是用一般的传统炸弹去打它。也就是说，它有还击的能力。对，它具备还击能力，就是在美国空军没办法保证说，我可以把所有的飞弹层的出口全部堵住之前，那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在中东的各个单位都有被攻击的危险。是，那这个也是目前川普一直举棋不定最主要的原因。那伊朗，我们经常会笑说，伊朗把他的国防科技都点到弹道导弹这个天赋树里面去，但其他像防空系统或者是传统的空军跟海军，那现役资源的关系，就发展比较不像弹道导弹领域这个部分对伊朗来说这么先进。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伊朗美国在用武力施压伊朗，那伊朗也在用武力回应美国的施压。那因为不怕打的样子。对，伊朗一定要不管他怕不怕，现在一定要表现的不怕打，因为真正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其实真正的重点还是双方在谈判桌上面，美国这次究竟想要拿到什么，而伊朗又能够在这样子的压力底下为自己保留什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军来讲，他说他们的思考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在第一时间，如果真的打的话，就要想办法把所有可以还击的能力都给它降到最低。可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只要能够造成美军的这个重创啊，或者是要受伤啊、伤亡，一旦是美军伤亡，那就是大事情了。对，因为美国的军队在打仗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美军比较能打顺风仗。如果一开场上来，比如说，美军的第一波空袭，那你不要多，你只要有1-2架飞机被伊朗打掉，对，那接下来川普就很难做决定。但是这种节奏上的错位，会导致接下来美军在中东接下来的所有作战行动，会开始出现一些原本计划里面没有的摩擦。对，而伊朗就在等这个东西。OK， 所以最近这个中美俄啊，就是中方主动先打给俄罗斯，打给普丁，然后呢再打给川普哈。我们如果把这个中美俄3方元首的各自通话，因为我看到事后很多的分析是谈了很多，川普当然也发文表示谈了真的很多，但是呢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在想
伊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好像川普决定中东这个地区有点像中南美洲，就是我们经常有讨论到这个 Monroe Doctrine 已经变成 Monroe Doctrine。好像川普也是认为中东地区是美国要伟大。那川普第一个选择不是像小布希或奥巴马动用美国军事能力就入侵伊拉克跟阿富汗。接下来10几年做这个所谓的 country building， 这个再造国家的动作，那川普也是经常批评，但是好像川普已经决定好了，中东地区还是美国伟大，要伟大啊，不管是用政治影响力或者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甚至部署军事能力，那这个不等同真的要入侵伊朗，但是还是部署军事能力是有的，这个没有撤退，所以好像川普真的也是发讯息给俄罗斯跟中国，中东地区还是美国伟大的地区。好，可是你提到了唐罗主义啊，这个你想想门罗主义嘛，现在是唐罗主义，它在中南美洲，它这个可以横行无阻，可是拉到了中东地区，就有办法像是在中南美一样吗？这是川普要想的，而且现在如果是在三方元首各自通话，形成的是一个局面，就是中加俄是大于美的。但是说实在，如果我们看目前中东地区目前的情况，那埃及是靠美国的，约旦是靠美国，以色列不用讲了。Syria 那是因为 Syria 去年2024年底是换领导者，对不对？阿萨走了。对不对？那本来是中国跟俄罗斯在那边有影响力，现在是几乎是没有，对不对？那不管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虽然这些国家跟中国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他们要选边站，他们还是会选美国了。他们还是把以美国的关系为主，不是以中国的关系为主。所以其实目前的，如果看这个地区的话，那目前的情况是唯一的 exception， 唯一的没有靠美国的。好像是伊朗，所以那川普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军事上面，我们刚刚特别请教到了邱老师哈，就是说伊朗有还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就是先政治后军事，先从外交，然后呢，听到他们的外长说谈的还可以啊，就表示说目前似乎是没有到一个临界点，还有机会嘛？我们目前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那个伊朗已经拒绝了美国对他们的铀浓缩的要求。对，那紧接着我们大概会看到一波双方军事的姿态会往上升。就美国，因为美国的谈判触礁了嘛，那他必须要施压，所以我们大家可以预计，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施加某种程度上面的军事压力，再施压，不一定会真的打起来，但是现在美军只是就定位而已，但美军还没有开始有准备攻击的这个，甚至以色列也没有任何的动作。那接下来可能48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跟美国可能会动起来。对，那这个动起来倒不一定是真的为了打，因为其实对大家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在不打起来的情况底下，美国拿到美国要的，以色列要的。对伊朗来说，他能够保住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部分。那现在很明显，弹道飞弹的问题这次不谈，然后资助周边什叶派武装团体的这次也没有谈，剩下来只聚焦在浓缩铀的这个部分，而浓缩铀这个部分。今天早上已经谈判破裂了嘛？那接下来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双方各自回去练兵备战，而且要营造那个态势啊。我接下来就想请教 Russ 啊，因为打的话就要考虑代价跟后果了哈。所以也听到说，美国财长贝斯恩特他最近也出席就是参议院，在美国国内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啊，这是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说呢，美国成功在伊朗境内制造了美元短缺的冲击啊，导致伊朗的金融体系出现连锁反应。最终呢，就造成了去年底所引发的大规模银行挤兑潮跟货币危机。当然，这个压力就到了伊朗的执政当局。好，那另一方面呢，流亡海外的伊朗前皇室啊，这个巴勒维呢，也公开呼吁要推动狮子与太阳革命。他主张呢，建立世俗民主国家，也说呢，未来将会依法追究镇压民众者的责任，就矛头都对准了伊朗的执政当局啊。好，那我先问的是，贝森特的说法不正坐实了
因为我常常听你在节目当中讲说，美国是不会去干预别国的内政的哈，这不正坐实了美国想要造成伊朗内部的内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果跟代价。那很明显，美国对这个伊朗国内美元的的确是有动作了。贝森特也公开说了，所以对啊，所以的确是有这个动作，但是有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万一真的推翻这个胜选政治，那后果您刚问后果，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我刚刚说了，川普也不想入侵，所以他不会派10万、20万美军去占领这个国家，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如果真的是造成更大的，因为本来这个国家就有经济危机了，那如果造成更大的经济危机的话，那后果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不知道。可是，正如我们先前一直以来告诉观众朋友们的，就是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不是美国。想动就能够轻易动得了的，这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是你也不能够排除，真的美国如果真的跟伊朗谈崩了，他会不会真的动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都知道，2月4号这一天，中美俄3国的元首分别各自通了话。不过这一次呢，看到是中方主动先打给俄罗斯，由习近平和普丁先透过视讯通话。然后呢，再来就是呢，中美2国，也就是习近平跟川普是用电话热线。那么跟习近平通完话之后，川普也立刻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群上面发文表示，他说呢，这个刚刚打的这一通呢是非常精彩，而且时间很长，内容深入的通话，双方讨论了很多项的重要议题，整体气氛他说是非常正面。那习近平呢，在同一天呢，跟川普谈话之前，我们刚刚提到了，他是先打给了普丁，而且是视讯通话。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做金灿荣啊，他就说呢，他分析这次习近平跟普丁、川普分别谈话有2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俄美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了。全球战略稳定会因为这个条约的到期而受到挑战跟冲击。第二个就是伊朗的局势是重中之重，美国其实很想把伊朗拿下，但是呢没有十足的把握。上一段我们特别提到了，现在伊朗议题呢，美国是很小心翼翼的在处理。所以黄老师啊，这次在通话上面顺序很重要，先打给普丁，再打给川普，而且呢跟俄方是视讯通话，跟美方是热线通话。营造的，我们刚才提到了1+1是大于1的，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新3国吗？其实，通话的顺序啊，北京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想法，可是真正发生视讯通话或者是通了热线电话的时间点，也不是北京一家说了算啊，有可能是大家配合这个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时间，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在忙，所以先后顺序有改过。我在国际外交上面啊，那个事后诸葛啊，当然不少，但是有很多事前没有预判的巧合啊，也很多很多。所以我自己在资讯不完整的情况之下，我不敢说是不是北京就想好了，然后俄罗斯跟美国配合，这他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金灿荣讲的那2个议题是想当然尔嘛，一个就是这个 START， 就是财务条约，时间到了，美国已经讲了很久，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核子啊、弹道飞弹啊、核能力，不断的在加强。那么会不会因为加强改变中国大陆原来的永远不做第一级啊的这个核战略，会不会改变？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忧的。对，那当然中国立场。你们核弹那么多，我才几百枚，美国是最多的。然后你现在硬把我拉进来，就想要又用一个什么以规则为基础的什么东西规范，到时候又限制我的核武发展。
那中国大陆要做核试验，美国川普也想做核试验，对，所以今天俄罗斯就算想要叫大家说先续约或者什么，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那我觉得伊朗啊是这次通话的关键啊，因为就是那个所有部队已经开在家门口了，会不会打起来？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在伊朗的利益，还有很多中东他们过去的所部署的这种战略伙伴。伊朗本来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巴基斯坦被归为4个，就是引起世界动乱的这个轴心嘛。对。那伊朗如果真的也像在西半球一样，这个被美国的这样子一下子压制住的话，那对中国利益损失太大。OK， 这个问题邱老师怎么看呢？因为刚刚我们特别讨论到说，虽然顺序上面是颇有令人玩味之处哈，但我相信像黄老师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到，先前的预备一定都是双方的幕僚都已经讲好的哈，所以才会按照时间这样来打哈。它要营造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我觉得其实从今年年初，应该大家会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从委内瑞拉的事件，那大家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就一直不断在提醒大家，就是目前现在整个全球的格局正在由原本一极超强，慢慢变成多极化的格局，而这个多极化的格局，并不会有太多极。那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这3个，因为对川普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欧洲的议题上面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很难推展很多美国自己主要的 agenda。对，那在亚太这个方向，如果不跟中国合作的话，其实美国也很难去达到美国想要拿到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慢慢，其实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前一段时间有人讲说雅尔达2.0，但是现在其实比较像。我觉得比较像一个三极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你说美国跟俄罗斯跟中国，那他们在不同就是这3个不同的强国之间，他们的平衡是动态的，也就是我针对某些议题我们可以合作，那针对某些议题我们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但是透过这种至少可以稳定下来，就是美国就比较不像以前，美国说要打哪一个国家就可以打哪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习近平这次打电话分别联络俄罗斯跟美国，其实就是在做这种折冲的动作。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特别点出了像古代3国哈，就是3种这个3足鼎立，就代表一种权力的其中某种的一种平衡状态。那邱老师又是怎么看？画面中间我们来看哈，就是谈到说财务这个条约到期了，那川普现在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再另新的一个规范。好，川普呢他说，我们再另一个新的规范哈，与其延长现有的条约。因为这个延长条约是俄方提出的哈，是自动续约吧，到期就自动续约。可川普说呢，应该让美国的核武专家制定一项全新改良而且是现代化的条约，旧的已经过时了，我们再立新的约。好，那当然这个背后的策略呢，刚才黄老师也点到，拉中入局，把中国大陆拉进来，所以呢可以减少中国大陆的核武数量。可是呢，中方这边来看哈，中方裁军军务大使沈健他说，中方目前不准备加入新核武的相关谈判，因为呢，中方的核武库规模远小于美俄双方啊。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把美俄的远程核弹这个数量呢，上限设定是1550枚。因为根据现在的统计啊，在画面下方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到2024年年底，他们自己做了一个计算，中方的核武器库存大概是600多枚。可是跟美俄双方来比，这个都是4-5千枚以上的哈，这个所以你要拉中入局可能吗？那到期之后的美中俄3国的核武竞赛怎么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维护一个很大的核武库是很花钱的。对，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那以前我们经常笑俄罗斯的国防预算，陆军或者是海军跟空军拿到分配到都很少。俄罗斯最主要他们的年度国防预算大头都拿去维护核武了，同样对美国也是一样。所以你拥有一个7000枚、6000枚这么庞大的核武库，是非常消耗资源，而且你说实在，你这么多核弹头，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因为一旦发生核战，那可能600枚之后，地球就不见了，你剩下来那么多也没有用。是，那这个是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就是核装置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讲求是有效的核装置，也就是你可以投射到对方的领土上，而且可以保证把你所想要摧毁的地方摧毁，足够这个数量就好。但是这个数量要多少，就关系到这3个核武强国，或者是所有拥有核武国家的他认为的敌对跟他认为的核威慑战略。那比如说对朝鲜来说，朝鲜它的核威慑战略就很简单，谁打我打日本。所以它数量不需要很多，那它只要维持这个数量就好。但是对美国、俄罗斯跟中国，其实都必须要考虑说，那这一波之后，美国的盟友手上有核弹头的，会不会对我反击？对，所以他永远要估计更高的数量。那这个是先让大家了解说，核威慑这个战略跟一般是不一样。对，但是中国一定不会谈，为什么？你们现在一家有7000枚，一家有6000枚，你们来跟我这个只有600枚谈，那可以啊，我们可以谈。那请你们先把6000枚削减到600枚。对，我们大家都一样嘛，都600枚，大家都一样。因为你降到一样的程度，我们才能谈。所以你看，中方现在已经表态了嘛，说这个现阶段是不适合进到这个所谓的新合约里面哈。这个真的是谈来的哈，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玩味哈，就是日本方面，我们看到2月8号日本众议院的选举要投票，那么川普呢在2月6号这一天他也发文，他就针对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他就力挺他。在贴文当中，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对日本的未来非常重要。高市早苗证明他是一位坚强、有力又睿智的领导人，而且他真心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提到了一个日期，他说期待3月19号欢迎高市到白宫。啊，这个是在为高市助选吗？还是已经确定了高市应该就是要胜选无误了？南华早报独家披露啊，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这个几天之内呢，中国大陆方面呢立刻召集了东南亚各国使节，举行了一场会议，那支持中方对高市言论的立场，也希望能够凸显呢对于这个日本方面这个高市早苗引发的争议言论呢，那表达一定程度支持中方的力道。那现在我要来问的就是说呢，川普他点了一个日期，3月19号这一天呢，那也就是在4月他访问中国大陆之前，他会先见高市早苗。不过当中令人玩味有蹊跷的，会不会是他要先跟高市说些什么？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是非常的糟糕，他是要下一些指导棋吗？你觉得？我觉得不用，这个日期的安排不用太过度分析了，毕竟美国跟日本是盟友啊，美国总统跟日本首相每年会几次见面，不管是双边的会议或者在多边组织高峰会等等的场合都会见面，所以其实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了。而且其实现在已经确定高市早苗会继任了。那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日本对台湾的说法或动作，那是什么呢？贸易协定啊，钱会不会到位呢？你现在你连任成功，那去年前的贸易协定就要开始履约了。对啊，钱呢？日本答应投资美国那么多钱了，对不对？答应买那么多美国东西。因为之前本来说权力还不够稳固，所以现在川普的想法是：好了，欢迎你。恭喜你，选举成功，欢迎你再来白宫，恭喜你全面执政，接下来就请你履约，是这样子吗？对，所以其实对川普来说，他看日本，他看高市早苗连任成功，那重点是钱呢，真的。所以不会谈到中日关系，你觉得吗？
当然，尤其是幕僚团队是会鼓励，会希望总统会在这个议题上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看各国的美国的跟各国的关系，还是以贸易为主，而且对特朗普来说，说认真一点，对他来说有几个去年贸易协定最重要，那是欧盟、日本跟南韩，因为这几个都有承诺好大金额的投资，对美国好大的投资，对不对 ？OK， 所以当然在其中选举前，他希望日本、南韩、欧盟的钱到位了。好，所以接下来有一个观察的时间点，就在于说3月19号高市见了川普到大陆去见习近平这一段期间，日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让大家觉得在中日关系上面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或变化？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2026在南海这边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态势或局势的发展呢？我们要讲的是说，因为在南海，大家常知道这个南海主权争议，那杠得最凶的就是中国大陆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方面呢有美方的力量、美方的影子。不过现在会不会加入越南呢？因为法国媒体《快讯周刊》最近报道说，越南可能改变对俄罗斯苏凯战机的依赖，他们最近正考虑要买呢法国的标风战机。Rally News 这家媒体分析呢，可能的举动这项可能举动会影响到区域的局势。如果越南成功整合了标风战机的话，它很可能会对地区的对手造成威慑，尤其是在具有争议性的南海海域上。那越南买标风的决定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现有的这个国防结盟。采用欧洲技术意味着呢，这个越南军事战略的多元化，进而去重新塑造越南的外交格局。那我们向来知道，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在内，这个向来是以竹子外交，就是他们这个风向这个非常的敏锐哈。邱老师觉得，我先问一下，有没有竹子外交的思维在背后，在他们做这些决策的背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您认为？还有就是说，从战力上面来看呢，因为为了要因应南海的局势，他改买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在战力上会提升多少？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比较像那个法国自己宣传，但是越南配合，因为接下来跟俄罗斯如果买新的战机的话，可以压一些价钱。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改变一个。比如说，我原本是用美系的，我现在换成俄系，然后或者是说我从俄系忽然换成法系，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以台湾来说，我们有美系跟法系的，对，那其实两个系统之间其实一直对空军的后勤维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那同样的，你映射到对越南来说，我认为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越南现在手头上面的外汇跟它的经济实力，真的要去买法国的阵风战机的能力还是有限，除非马克宏愿意 do favor 给他很高的折扣，可能可以引诱。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印度跟巴基斯坦空战之后，其实阵风的订单就一直被砍单。那所以法国当然很希望说利用这次找到一个出口。对，如果越南愿意采购，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国家解释。但是也因为其实越南真正要加强，其实应该是海军的力量，因为毕竟南海冲突是在海面上，你海军的实力不到，你即便你空军跟解放军好了1:1，50:50好了，可是你海上的力量差这么大，所以重点反而应该是放在海上的战力才对。就是你越南海上战力，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就是越南现在他想要采取冲突的方式，其实只是要换更多的筹码。因为现在以东盟这些国家来说，已经不倾向在南海上面跟中国有直接的对抗。那至于说越南这次是不是竹子外交，我觉得有时候竹子吹久了也会倒。对，所以
我比较倾向的就是越南跟法国已经双方有默契，但是看俄罗斯愿不愿意降价钱。是。有时候操作，万一操作过度了哈，要小心会走火，走火就引火上身。好，那中越双方其实呢，在南海的这个最大利益冲突啊，就是在西沙群岛这边。中国大陆呢，从2025年10月开始啊，就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启动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还有相关设施的扩建。那目前呢，羚羊礁已经出现了清楚的、比较清晰的运输通道，还有关键的滚装船泊位啊，代表北京方面正在为重型设备车辆还有机械的运输跟登陆预做准备。我们回顾一下，从2017年开始呢，中方就在西沙群岛展开构筑的工程。那其中永兴岛这边呢，部署了红旗9飞弹，还有轰6轰炸机；中建岛呢，则是建设了战机跑道。那琛航岛则是有直升机还有舰队的基地啊。最后则是我们提到现在在讲的这个羚羊礁。羚羊礁的战略位置为什么这么的重要？黄老师，您觉得？羚羊礁在西沙群岛的西南边，它更靠近越南的海岸线。一点啊，当然我这样讲，大家还是要看地图啊，没有那么靠近。但是呢，它对于西沙群岛本身，还有对于海南岛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更向外延伸、更往南海延伸的一个可以提供ISR， 就是关通系统的啊，能够更早期的预知可能的有变，因为毕竟整个都是处在就是由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的这个航道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越南跟中国在那个海岸的石油开采划界那个冲突已经很久了，一直都存在，所以越南自己也很清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沙啦、西沙、南沙来讲的话，西沙是老早就牢牢的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说就是南海仲裁案，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10年了。那为什么会有南海仲裁案？就是填海造岛。那西沙的话是最早开始所谓军事化的，就是中国大陆把这个军事装备，包括雷达、包括导弹、包括飞机。对，就放上去，已经很久了。那它是属于海南岛三沙市的一部分。当然呢，对我们来讲算是旗津区了我们也有行政管辖权。那现在跳过来回来讲的话，越南想要动中国牢牢控制的西沙，基本上蛮困难的。很难。那再加上刚刚世清老师也讲嘛，越南的海军跟中国海军那个就是基本上不在一个档次上，没错。所以你的力量很难阻止北京。而且黄老师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往外推，也让中方万一如果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它的应变时间可以更长。因为中国的核潜舰还有新的这个航空母舰都部署在海南。所以西沙来讲的话，那就等于是前面的哨戒了。是，对，早期预警。了解。好，看完这个中越在南海，包括像西沙这边的一些相关冲突当然我们知道，讲到南海就会讲到说中国大陆和菲律宾之间。那菲律宾呢，在1月下旬，他们宣称要在南海划定一个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的演习区。这个区域呢，涵盖了黄岩岛北部海域从1月21号到3月31号，总共有70天的军事演习要在这边进行。菲律宾武装部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同时也在黄岩岛的海域呢，完成了今年首次的海事合作联合巡航。那么针对菲方的部署呢，解放军南部战区则是派出了轰6轰炸机，还有呢就是能够挂载4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飞弹这个战力不可小觑那沿着黄岩岛以东的空域呢，进入了9段线西侧边界，然后距离马尼拉湾西侧出口只有不到100公里，距离这个马尼拉市区也只有230公里，所以很近。现在担心的是会不会擦枪走火这问题，但是应该机会不大，不太可能嘛。不能排除这么多军事资源。虽然你说这个面积那么大，但是还是很多军事的这个能力都集中在同一个地区。那不管是中国或美国，
菲律宾还是有这个危险，真的是不能排除。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了，一直到特朗普真的上飞机飞往北京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习近平跟特朗普这个4月份的会议了，包含这个军事演习，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万一擦枪走火的话，那可能西川会就不见得能够顺利举行。不能排除，当然是不能排除了。对，中美关系之间那么多议题，那么多意见不同的地方，那不管是贸易方面、军事方面、台湾议题上、日本议题上。其实有很多东西会虽然特朗普一直强调我跟习近平有多好，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转折点。对，而且对川普来说，其实4月份的川习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event 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他非常在意的期中选举，年底的期中选举。所以2026，你觉得美军在南海美方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个都是由特朗普决定了。你觉得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第一点，他会认为，这个是区域的盟友，不管是日本、菲律宾、澳洲、南韩等等国家，你自己要在前线了。所以他至少会鼓励或施压，向这些国家施压国防预算，要再次提高。部署不要就是在南海部署的，不要一直靠美国。同时也有中东的问题还在。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因为最近 Lincoln 航母就走入南海没有很久了，突然就改航到中东了。Okay. 所以还是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他在南海的美国在南海的这个今年的这个部署。然后要看特朗普要不要为了南海或为了周边的国家，不管是台湾、菲律宾，他真的有没有这个意愿在今年在这个时候投入那么多美国的资源？目前还是一个问号。对，就是那句话，至于嘛就是要不要会不会犯不着这么做那邱老师怎么看呢？2026美国在南海的态度？我觉得2026我们要分上半年跟下半年。上半年的话，应该是主要因为4月份川习会，那再来就是俄乌战争，就是对白宫来说，他们期待乌克兰跟俄罗斯可以在3月份。那期待对，为什么？因为 Witkoff 已经直接讲，他跟乌克兰的代表讲说，过了3月以后，因为准备期中选举，川普不太可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协议上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南海这个情况，但是一旦到了3月、4月以后，可能又有重要的议题，我们也不太会再去关注南海的情况。没错，真的要看上半年、下半年的这个局势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聊俄乌最新的态势，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这一段来看俄乌战场上的最新态势目前最新的发展是看到。因为乌克兰的后面呢，其实现在还有欧盟的大力支持不过最近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这个礼拜呢，针对俄乌最新的这个状况，他表态了。他说，一旦俄乌冲突结束，北约成员国的部队就会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不仅涉及到地面部队，还将会包括空中战机以及部署在黑海的舰艇舰船等等。但德国《世界报》跟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汉姆特史密特大学最近呢就推了一个兵推结果这个结果呢却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们是假设2026年就是今年的10月份，如果俄罗斯入侵立陶宛的话，那俄军呢只要用15000人的兵力，在几天之内就能够摧毁北约是北约的战力，而且是控制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军方对于这个兵推的结果则是表示。这个是持保留的态度那立陶宛的国防参谋长也表示说呢，立陶宛拥有这个足够的情报预警。目前立陶宛呢也有58000人的兵力是足以应付的，真的吗？
邱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其实蛮符合我们的预测，最主要是要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演习响定嘛，最主要是要看它演习响定，因为立陶宛跟俄罗斯除了海外飞地以外，其实并没有直接跟俄罗斯接壤，所以这个兵推其实很可能是从海外飞地，从波罗的海这边。那在内线，其实立陶宛的边界防御就是铁丝网加水泥墙就没了，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很正常。但是你如果说是从东线，现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立陶宛并没有直接接壤，是白俄罗斯跟立陶宛才有直接接壤。对，所以最近其实欧盟一直在吵的，其实并不是俄罗斯，而是白俄罗斯。那立陶宛就波罗的海几个小国不断的在讲的是他们跟白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他们感觉不安全。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并没有实际上看到他们兵推的过程，但是如果是从俄罗斯的在波罗的海的海外飞地，那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就是1000人也可以，因为你要翻过那个围墙，他在围墙旁边是没有任何的警戒，他的部队是放在第2线。那甚至我们可以讲，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兵推改换一下好了，今天不是俄罗斯入侵立陶宛，而改成乌克兰入侵立陶宛，搞不好军队数量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对，因为现在其实欧洲最强的陆军，欧洲军力最强的陆军是乌克兰。所以我们过往一直在看，就是北约其实是由美国撑起来的。那拿掉美国之后，北约的部队到底还有多少能够打仗？这是我们非常质疑的。再来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成品，北约自己本身的训练，还有北约自己在面对现代战争的准备是不是足够？对。那其实我们从2022年之后就看了非常多北约的一些军事专家，包含一些退休的高阶将领，不断的出来讲，就以目前北约的情况，真的是不好。所以现实状况就是北约是很需要美国的哈。那因为刚刚邱老师点到一个重点，《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这次兵推其实就是模拟在没有任何美军的主导下，也没有美国的军力，完全是由欧洲的军队单独去面对这个俄军的攻势哈，才会造成这个兵推最后结果是15000名就能够让俄军进到这个立陶宛的境内啊，如入无人之境，也会对于这个北约的军队呢造成重创。那所以问题来了 ，Russ， 你觉得那如果美国知道，那刚刚邱老师也讲了，北约也很清楚他们是非常需要美国的。万一真的发生刚才那个假设的兵推情况的话，可是美国从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发生这个战争来看，就没有介入啊，所以呢？将来会介入吗？不会吧。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对不对？所以美国怎么可能会介入，对不对？北约也不能介入。但是，和平协议的，我说5·2的和平协议的，大概的方向，其实早知道。那不是，如果不是用北约的名义，那就是这些欧洲国家，包含军事能力比较强，德国、法国、英国可以自己派兵到那边去。所以这个虽然会跟北约会有一些 coordination 一些协调，但是不是以北约的名义啊？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很好解决。所以这个兵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北约自我提醒、警惕，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美国的兵力来帮助的话，其实北约的军力是堪虑的。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川普的有这个质疑，但是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放弃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所以其实我认为北约国家也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川普对北约有很多批评，但是他也知道在最近几年，其实很多北约国家国防预算的确是有提升了。但是重点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放弃北约了，所以我觉得，万一今天发生事情的话，那川普还是会按照北约的条约。但是对川普来说，乌克兰根本不是北约的成员，那我当然不会派兵协防，就这么简单。好，但是有没有可能跑到第一线，还是说先让欧洲的国家去应对？
就是北约的这些成员国，但是是以欧洲的军队当做第一线，然后美国在第二线啊。那没有第二线川普不会派兵到乌克兰去。OK， 好，这个就是你的结论嘛。那所以你看哦，最近在俄乌战场上，如果我们看战场的态势啊，因为乌军最近在战场上对俄军发动了一连串他们所谓的特攻，其中呢包括像是呢跟这个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合作啊，他们阻断了俄军的星链卫星网路。纽约时报也分析说，俄罗斯无人机上的星链连线，还有呢前线部队的卫星通讯网络都因此而中断了。这个变化使得俄军会倒退几年，被迫重新使用有线网络，还有 WiFi 无线电通信，以前比较老旧的过时技术啊。那另外呢，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一位高阶军官第一副总参谋长，在2月6号，他是在公寓大楼外对不起是。莫斯科公寓大楼内遭到枪击身亡。那所以现在看到，我先问一下黄老师啊，这个星链的卫星网络的中断乌方是认为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呢，你觉得它会是一个扭转战局的关键吗？我们先前已经提过很多。问题是 SpaceX 支援乌克兰的星链也有被俄罗斯干扰，对，然后变成它的效率降低的，这个也发生过。所以低轨卫星或者是这种靠太空通信科技，在战时能够发挥到多少的功能，也要看谁对谁。信息战、资讯能力越强的国家越能够掌控。我个人认为，这些改变对于大局来讲撼动不太大啊。你已经俄罗斯占领的地方就不会还你嘛。对不对？从整个大势来看，对大势来讲，你要不要现在就是和平协议？你要不要就地以现况结案？还是说不行？现况我受不了，我就要翻盘。问题是还剩下多少？还剩下10几天就满4年了，对不对？还要打吗？就这个月了。对啊，那个你还要打多久啊？那这些越打下去，对乌克兰其实是越不利。对，因为他没有占上风的条件。那个川普总统去年就在白宫跟他讲说 ，You have no cards 。那他的卡没有变多嘛？他手上牌并没有变多啊，越打越少。所以邱老师，我们最近看欧洲发生一个事情，也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立陶宛立陶宛真的最近针对他的外交失策有跟台湾有关的他也特别强调说，这个当初做的这个外交决策呢，很像是冲到了正在行驶的火车前面这句真的形容蛮贴切的。那他点出的其实是一个国际现实，就是说，当立陶宛没有了欧洲的支持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独自面对。现在我们谈到了乌克兰也是一样，如果万一欧洲抽手了，其实对乌克兰不是更不利了吗？对啊，我们现在在看战场的情况，因为我们从2022年一路追踪到现在，那很快即将进入到第4年。那关于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关于星链的这个，俄罗斯没有用星链，所以乌克兰怎么切，俄罗斯根本不受影响。那现在反而在战场上面，因为乌克兰乱切星链，导致现在乌克兰在前线很多。